最近，英国首相将 Netflix 影集《混沌少年时》引入全国中学作为上课教材，呼吁大众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在这部影片中，13岁的主角 Jamie Miller 因为长期外貌不佳而受到同侪的嘲笑跟排挤，特别是来自异性同学的蔑视跟霸凌。而当他希望在网络上寻求认同时，却又不幸接触到丑女文化跟有毒的男性主义思想后，进一步扭曲了他对女性跟自我价值的认知。当他在社群媒体上被公开羞辱，尤其是被网络霸凌者指为 incel 时，这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incel 是 involuntary celibate 非自愿禁欲者的缩写，原意是指那些想要找到亲密关系却找不到对象的人。但是这个词在近年已经演变成一个极端网络社群的代称，特指一群自我认定被女生拒绝的男性，常在网络论坛上发表对女性的敌意与仇恨。2014年5月23日，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大学附近的社区发生一件震惊全球的杀人事件。22岁的 Roger 在公寓内先后刺杀了2名室友跟1位朋友，随后驾车前往校园周边，对路人跟学生开枪射击，最终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暴力行为。Roger 在犯案前发布了自己即将行凶的影片，表达对女性拒绝他的愤怒，还有对社会的不满。他还写了一份长达137页的自传式宣言，详述了他的孤独、被排斥的经历，还有对女性的仇恨。外貌焦虑跟社群媒体有可能把青少年推向极端，如果没有早期介入跟正确引导，就有可能演变成极端思想跟暴力倾向。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这集内容我们会围绕在一个有关颜值这个关键议题上，我们会跟大家探讨：1. 颜值是虚拟社交货币； 2. 低颜值是呼吸出来的； 3. 口呼吸如何影响颜值； 4. 恒河猴实验；最后我们会告诉你如何逆转低颜值的方法。对于出生在网络社群时代的青少年来说，颜值不只是外貌的问题，而更像是一种虚拟社交货币。一张照片、一部短影片，都可能因为外貌吸引大量按赞、分享跟关注，而迅速放大一个人的个人影响力。一项研究针对445位18到35岁的使用者，分析了5000多笔配对资料后发现，在 Tinder 这类滑动式的交友 APP 中，男性看到女性照片会选择右滑的几率是 53%， 对比女性仅对 5% 的男性执行相同的向右滑选。这反映出女性在伴侣的外貌筛选上更为严苛，而且外貌几乎成为唯一的门槛，因此对男性自尊与焦虑造成巨大的压力。网络社群媒体的传播速度也让青少年陷入像是韩剧《鱿鱼游戏》的无止境竞赛中，不断追求完美形象，但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场无形的竞赛中，颜值成了他们争取认同、建构自我价值的重要工具。但反过来，容貌焦虑跟如影随形的网络霸凌也成了青少年不安全感的根本来源。走在路上，你一定看过这样子的青少年或是小朋友，他们的嘴巴会开开的，下巴后缩，门牙外凸，弯腰驼背，眼神涣散，头脑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灵光，而且没有什么自信。或许你可能会开始猜想，他在学校的成绩可能不太好，而且是班上孤僻的边缘人，就像是混沌少年时的 Jamie 一样，属于被群体霸凌的高危险者。很多人以为这样子的容貌是天生的，或者是父母遗传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样的容貌其实跟基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由于错误的呼吸所导致的呢？更令人惊奇的是，一旦你改善了呼吸问题后，他的容貌、外观甚至眼神就会发生改变，不再看起来拱呆拱呆的。其实颅颜发育跟呼吸道是一体的两面，错误的呼吸会导致颅颜发育不良，而发育不良的颅颜构造又反过来让呼吸道变窄，两者形成一个不断向下的恶性循环。再更具体一点说，呼吸道分为鼻呼吸道跟上呼吸道，
如果孩子的鼻呼吸道变得狭窄，像是常见的腺样体肥大、鼻中隔弯曲、鼻息肉或者是慢性鼻炎等，就会造成用鼻子呼吸的时候阻力增加。而当鼻呼吸变得困难时，孩童就会转而改用嘴巴呼吸，形成错误的口呼吸习惯。但是嘴巴并不是拿来呼吸的，口呼吸会显著造成舌头的位置改变，降低上呼吸道的稳定度。如果孩童长期都是这样在呼吸，那么他的颜面、呼吸道跟口腔肌肉都会逐渐弱化，而弱化的肌肉又会导致牙齿咬合和颜面骨骼发育不良，进而影响脸型之余，还会影响到身心的健康。也就是说，当孩子的呼吸方式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介入处理的话，他的生长发育就会开始表现出发育不良的状态。而这种呼吸问题所导致的发育不良，不只是身体跟生理上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心理跟认知发育迟缓的问题，当然也会包括前面提到的，会影响到青少年社交货币的颜值。既然刚刚有提到腺样体，那就不得不讲到被称为腺样体脸的阿呆脸了。阿呆脸的特征是马脸、口呼吸、下颚后缩、高上颚、前牙开咬、龅牙跟齿列拥挤等。这个腺样体是外部空气进入鼻咽前的第一道腺体防线，负责对抗外来的病菌。它在儿童时期比较活跃，特别是常常处于空气污染的都市孩童，他们的腺样体因为常常接触过敏源或者是污染源而变得特别肿大。腺样体组织的发育呈现典型的中型曲线，大约在6岁的时候达到高峰，并在同一时间开始自然的退化。在腺样体异常增大的情况下，孩子如果同时又已经有长期的口呼吸、打鼾等隐藏的上呼吸道狭窄问题时，就可能进一步恶化，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会引发中耳炎、鼻窦炎，甚至是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会导致孩子睡眠跟情绪变化很大，甚至出现注意力不足跟过动问题。对，你没有听错，我说的就是 ADHD。 研究显示，大约有 25% 到 40% 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的睡眠呼吸问题很容易被误诊为 ADHD。 这是因为儿童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所有的症状都跟 ADHD 非常相似。除此之外，爸妈如果发现家中孩子体弱多病，那么一定要注意他晚上的睡眠呼吸状况，特别是如果他睡觉的时候嘴巴是开开的，这很有可能就是他常常感冒发烧的原因。当腺样体因为长期接触过敏源而肿大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鼻呼吸道的阻力变大，迫使儿童改用嘴巴呼吸。前面说过，嘴巴不是拿来呼吸的，口呼吸其实是一种呼吸代偿，会需要用到一连串本来不是设计用来呼吸的肌群，例如口腔跟颈部的肌群，以便打开口腔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现代人有所谓的乌龟颈、富贵包，或是经常感到肩颈酸痛的原因。有兴趣了解的观众可以看这一部影片。口呼吸代偿，其中最主要冲击的肌肉就是舌头，因为舌头需要降低到口腔的底部位置，才能挪出空间让呼吸气流通过口腔。舌肌是所有口腔肌群中最强大的肌肉，当舌头没有待在正确的位置，齿颚就会失去舌头的力平衡，导致没有办法维持牙齿齿列的稳定，牙齿就会变乱。这个所谓的舌头理想位置，也就是舌顶上颚，或是中医古书中所谓的搭鹊桥。有兴趣了解的观众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这一部影片。话说回来，如果舌头没有待在理想的位置，会导致2个问题，一个是牙弓窄小跟牙齿凌乱，另一个则是颜面颚骨发育不良。前者是直接影响颜值的表面问题，而后者其实是躲在口腔后面的呼吸道狭窄的内部问题。颜面骨骼发育不良所引起的问题不只是面子这么简单，它让口腔的空间也变小了。口腔空间变小，本来是由于上颚过于狭窄跟下颚后缩，这些发育不良的颚骨又导致了呼吸道也变狭窄，导致牙齿的咬合不正。最后，上述的这些所有结构性问题会有很高的比例在成年后会导致颞颌关节问题。另外，口腔空间缩小，让牙弓窄小，这又会让牙齿没有空间，只好乱挤乱长，最后就是长成乱牙、龅牙，而影响颜值了。
颅眼骨骼发育不良又会恶化本来已经窄小的呼吸道，包括鼻呼吸道跟上呼吸道，引发呼吸道相关的问题。因为鼻腔跟上颚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是2楼与1楼的邻居关系，它们称为鼻上颚复合体，所以口腔跟鼻腔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腺样体或其他的鼻子过敏问题造成了慢性呼吸道阻塞，就会对儿童的脸部骨骼发育以及牙齿咬合造成直接的影响。腺样体跟扁桃腺肥大在临床上常常又跟咬合不正有高度的相关性。有一项研究针对了401名年龄介于2至12岁的张口呼吸儿童，调查了他们牙齿跟颚骨排列异常的盛行率。结果显示，高达 71% 的儿童有腺样体或扁桃腺阻塞，而 18% 有过敏性鼻炎。而在乳牙时期的儿童当中，大约就有 30% 的人出现后牙错咬。在进入恒牙期的儿童当中，这个比例上升到 48%。这些数据说明，张口呼吸的儿童出现咬合不正的风险显著提高。家长多半不会注意到孩子呼吸是不是正确，甚至口呼吸是错误的，这个观念也并不是人尽皆知。但实际上，长期错误的呼吸方式会影响舌头跟口腔肌肉、头颈姿势以及齿颚的发展，并开始慢慢重塑孩子的整张脸，最后就变成所谓的阿呆脸了。接下来，我们用一个非常经典的口腔发育与呼吸研究实验，向大家说明口呼吸有多么可怕。恒河猴口呼吸实验是由美国牙医师 Dr. Harville 在1970年代所进行的。Harville 医师用细胶鼻塞塞住了几只健康的恒河猴鼻孔，强迫它们改用嘴巴呼吸。才没几周之后，这些猴子就出现了明显的颜面结构改变，上颚变窄，下颚后缩，牙齿排列拥挤，脸型变长，眼神痴呆，而且躁动不安。这是猴子版本的阿呆脸重现。这项实验首次从动物模型中清楚证实，长期口呼吸会直接影响颅炎发育，导致咬合异常以及呼吸功能障碍。实验的结论很明确，呼吸方式会对脸型有立即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颜值当成理所当然的基因遗传，而是要开始检视孩子的呼吸，特别是睡眠的时候的呼吸。那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刚刚说腺样体阻塞鼻道会造成口呼吸，那么是不是切除腺样体就能逆转阿呆脸呢？有一个在1986年发表的经典研究，追踪了38位瑞典的学童，在严重鼻塞后接受了腺样体切除，并跟37位没有鼻塞的对照组比较。研究发现，这些接受腺样体手术后的孩童鼻气流量明显改善，表示鼻呼吸功能的恢复。同时，他们的下颚生长发育方向开始变得更为水平，而非向下生长变成马脸。也就是说，当我们解除孩子的鼻塞状况后，让他们重新学会用鼻子呼吸，下颚的生长路线就能够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但是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孩子错误呼吸的时间越久，颜面跟齿颚异常发育的状况就会越严重。一旦口呼吸的问题没有及时被修正，这些孩子仍有可能需要牙齿矫正、口腔肌肉重训，甚至改变习惯，吃一些需要咀嚼的原型食物。另外，还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避免过敏源，才能够真正的把脸救回来。如果是腺样体肥大所造成的鼻塞，腺样体切除术是常见的治疗方式。但如果只做了腺样体切除，而没有注意到其他的问题，手术能带来的效益就会比较有限，而且复发率也会很高。大部分的孩童在青春期生长高峰过后，脸型便开始逐渐定型。因此，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年纪，女生是在10到12岁之前，男生是12到14岁之前。那万一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了青春期生长高峰时，又能够怎么办呢？这时候家长可以考虑做手术性的上颚扩弓跟牙齿矫正。手术性上颚扩弓不仅能够改善牙齿空间不足、牙弓宽度跟齿列拥挤问题，还能够同时改善鼻呼吸道狭小的问题，提升鼻腔气流速度，降低鼻阻力。刚刚说过，鼻腔和口腔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因此手术性上颚扩弓后，
患者的主观鼻呼吸改善率有超过50%以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颚扩弓有助于改善问题，但如果其他的阻塞因子还是存在，像是鼻中隔弯曲、鼻甲肥大等，单靠上颚扩弓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依据个别状况，结合耳鼻喉科一起评估。网络社群媒体时代的儿童跟青少年，在外貌焦虑、社群压力跟有害网络的文化影响下，面临的不只是身心健康的问题，还有背后所被忽略的呼吸道危机。很少人确实探究这些孩子被视作低颜值的真正原因，仿佛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同样有责任关注并支持那些深受伤害的一群人。也因此，我们希望透过这部影片呼吁大家，青少年的睡眠呼吸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